自拜登在 G7 峰会期间表明将会对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以来，各方都是蠢蠢欲动。近日，美国方面的官员表示称，目前已经考虑让飞行员直接化身雇佣兵，代替乌军展开对俄军的打击。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自美国总统拜登在 G7 峰会期间表明将会对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以来，各方都是蠢蠢欲动，凑战机的凑战机，提供培训的提供培训。甚至据近日美国方面的官员表示称，目前已经考虑让飞行员直接化身雇佣兵，代替乌军展开对俄军的打击，以此来补充乌空军当前人员匮乏的缺口。对于美国官员打算派遣自家飞行员参与俄乌冲突的行为，自然也收到了多方面的回应，其中就包括了已经退休的美军王牌飞行员丹·汉普顿中校。据丹·汉普顿称，自己非常愿意率领飞行员小队出战，主要目的就是想在俄乌战场上与俄军一较高下。其实，对于美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战场这事儿，早就不是什么新奇事了。之前就有很多消息称，美国当局通过雇佣兵的名义往战场上派遣了大量的正规军。想来说说关于丹·汉普顿的个人经历。据相关资料显示，丹·汉普顿作为此前驾驶 F-16 战机经验最丰富的美国飞行员之一，驾驶着战斗机参与过多起中东战争，先后算下来大概有20年的美国空军飞行生涯。在这20年内，丹·汉普顿先后共飞行了151个战斗架次，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获得军事勋章最多的飞行员。而丹·汉普顿一旦被批准可以驾驶战机进入乌克兰进行协助，很有可能会在队伍中承担起指挥的任务。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当局是否会同意这样的事情。要知道，这样的事儿一旦被俄方抓了现行，那将是非常麻烦的事儿。试想一下，美国王牌飞行员亲自驾驶 F-16 战斗机进入乌克兰险乌作战，想想都非常棘手。想来美国当局应该还没蠢到会这样做吧？秉承着观望的态度，适时拱火，以此平衡俄乌局势，才是当前美国当局的处理方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诸如丹·汉普顿这样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美军士兵，其实在乌克兰战场上还有不少。毕竟，要是仅靠乌克兰一己之力，北约当局给的再多，那也是无济于事。尤其是冲突到现在，乌军更是上气不接下气，根本没有时间来花时间去训练乌军。就拿培训飞行员这事来看，即使说多国的协助培训，但在当前越发焦灼紧张的局势面前，最多也就只能训练个大概出来。还记得之前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对外宣称，乌克兰外籍军团正敞开大门，欢迎有 F-16 战机驾驶经验的外国飞行员的加入。虽然当时各国还没有表露出要援助给乌克兰 F-16 战机的态度，但从列兹尼科夫所宣称来看，貌似这事儿早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也难怪之前就有消息称，有关于各国帮忙培训乌军驾驶 F-16 战机的相关事宜，其实早就已经在私底下启动。而招募外籍飞行员，说白了就跟前面提到的那样，补充乌空军的漏洞罢了。但要知道的是，俄乌冲突绝非中东战争所能比的。其实说到这里，就想到前不久被乌军误击阵亡的美国雇佣兵丹尼尔·斯威夫特。丹尼尔·斯威夫特作为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美军士兵，之前还5次前往阿富汗、也门以及伊拉克等地参与战斗，随后晋升为1级特种军事操作员。另外在服役期间，丹尼尔·斯威夫特还获得了许多高级奖项，比如荣誉军团勋章、海军陆战队功绩勋章以及战役勋章等。尤其是来到参与俄乌冲突以后，更是先后参与了基辅战役、北顿涅茨克战役以及偷袭克里米亚的活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极高军事能力的美国士兵，却在巴赫穆特执行任务时被乌军当场炸死，确实是够惨的。
另外，关于乌防空部队打下自家战斗机这样的乌龙事件也时有发生。可想而知，不管拥有再怎样强大的军事能力，进入了乌克兰战场，那就得时时刻刻小心提防着。毕竟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身死当场。并且要知道的是，乌军当前的战斗能力几乎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了。除了少部分人有作战经验外，剩下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这也是经过乌方自己证实过的。大概说法就是因为前线乌军损失过大的原因，导致大部分具有作战经验的乌克兰官兵都在俄军的持续进攻之下消耗殆尽。而因为前线兵力太过紧张的原因，导致很多乌军都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也就是说，这些来到乌克兰战场上的外籍雇佣兵，想要指望乌军能帮上什么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拖后腿都已经是万幸的了。更何况，关于乌军炸死自家士兵、打下自家战斗机这些的事儿，更是不止一次。细细想来，确实是有腹背受敌那味儿了。